妈，你苦熬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再婚，还带着这个镯子，揪着过往不放，我看着心里难受。露露，这是你爸留给我唯一的念想，我再不得。让我们有请新娘准备入场。仪式要开始了，我们走吧。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这二位经历过艰难险阻，终于走到了婚姻的殿堂。快下来，危险！露露，小心！一撒金，二撒银，三撒媳妇儿进家门。我穿越成了我妈那个变成植物人的闺蜜，此刻正是我妈人生的分水岭。出嫁渣男王伟当天，这次我一定要阻止我妈结婚。这玩意儿也配上桌？妈，我再换一盘。嫁进王家，少摆收人的架子。贵妃醒了，植物人醒了。贵妃，你醒了。秀莲，这婚不能结。刘贵妃，你疯了！谁敢碰她？今天是我王家大喜日子，你撒什么泼？大喜！你们让她熬夜做满桌席馍，还当众糟蹋。这婚我替她拦定了。刘贵妃，你刚醒都撒泼！你再碰她一下试试。贵妃，今天是大喜日子，别闹了。嫌丢人了？你娘摔秀兰熬夜做的席馍，你怎么连句话都不敢说？30桌席馍全是秀莲一夜没睡做出来的。她嫁进我王家门，做点东西咋了？她还没拜堂，就被你们背使唤。贵妃丫头刚醒，脑子不清醒，婚事要紧，别耽误拜堂。王叔，彩礼20块，外债2万块，也是我脑子不清醒。2万，这是娶媳妇找人还债。刘贵妃，你知道的不少啊。贵妃丫头，话不能乱说。我王家明媒正娶，清清白白。清白？20块彩礼，30桌席馍背10桶，还想让秀莲进门背2万计划，这叫清白？20块彩礼，老王家不是说给了200吗？哼，20还敢吹，没让他儿子打光棍就不错了。你个疯丫头！我王家布置酒席请人，哪样不要钱？今天要是不拜堂，李家坏了我王家名声。酒席钱、彩礼钱一共300块，1分不能少。秀莲，要不先把婚结了吧？他被你家逼成这样，你就只会让他忍。行，算账是吧？那先算秀莲的账。还有什么账？30桌席馍，面粉钱、红枣菜钱、柴火钱、熬夜工薪、手艺钱全算上，少说也得50。这手艺确实费工。你们要300，先把欠秀莲的50还了。你这是要毁我王家婚事？账可以慢慢算，可是婚书在这儿。秀莲要是不嫁李家，丢得起这个人吗？妈，别怕，这一次我站在你前面。秀莲，你不用怕他们。欠债的事，我和王伟早就知道了。你说什么？等我改了，那欠条不用我俩背。王伟，婚前我就让王伟把欠条名字改回去了，谁借的谁还。秀莲这丫头心里有数啊。不对，妈怎么会提前防着这一步？贵妃，我知道你为我好，他家会害你一辈子的。这婚我结，但有3件事说清楚。你还提条件？第一，王家债不归我；
第二，我的工资我自己管。第三，花馍是我的手艺，谁也别想拿走。我答应。今天人多，先把婚礼办完。婚没拦住，那我就守着你，谁欺负你，我就对付谁。债没了还有房子，进了王家门账慢慢算。贵芬，你昏迷那么久刚醒，我还是有点不放心你。阿伟的工资以后都得交给我管。妈，我工资给你，我俩花什么？花秀莲的工资啊？婶子，拜堂才多久？你这算盘打得比唢呐还响。你懂什么？一家人钱放一起，省得他乱花。婚礼上说清楚了，我工资自己管。你刚进门就跟婆婆分析，怎么了？这是吵什么？他舍不得阿伟那点工资呗。秀莲啊，你想做花馍的生意，我支持。爸，不过账也得算明白，这房子总不能白住吧？赚钱、木料钱、人工钱，哪样不是王家出的？阿伟，把房契拿出来。不用找，房契我收起来了。你凭什么拿房契？凭这是我的新房。房契不重要，房子是谁盖的才重要。结婚算彩礼，婚后算房租。王叔打的一手好算盘。房子我买，工资你们也别想拿。咱们哪来的钱啊？咱们哪来的钱啊？听见吗？没钱还装硬气，女人家最后不还得靠婆家？他有手艺，几个破馍还能买房？婚宴上全村都夸好，你说他破，是你没眼光。可要被厂里发现，丢了工作怎么办？工作要保，钱也要挣，晚上做，早上买，不耽误上班。阿伟，媳妇能干你得会管，钱挣回来才算自己家的。都碎了还留着干什么？桂芬，你今天怎么像变了个人？植物人都能行，变个人不奇怪吧？现在厂里能报夜大了，你也读一个呗。我想去，但申请被驳回了。凭什么？厂里说名额有限，组织有安排。这话一听就是糊弄人。我们人微言轻，只能先忍着。忍不是办法。姐姐们忙着呢。刚出锅的花馍，尝尝。秀莲，你这手艺真是没得说，这比点心铺卖的还香。姐，咱夜大补录名额最后给谁了？还能给谁？厂长的女儿小芳。果然。哟，聊夜大呢。秀莲姐也在啊，还给大家送馍呢。秀莲姐也在啊。这花馍是你做的？刚好我来拿录取通知书。秀莲姐，你也报名夜大了吧？听说你差一点就录上了呀。真可惜。小芳，这次名额要求3年优秀职工，可我怎么记得
你才进厂1年啊？反正我毕业以后能进办公室，不像有些人一辈子在车间。那可得好好学，毕竟有些人读了也未必能学好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听说你学的是会计啊？对呀，可你拿的是母猪的产后护理。另外，你拿的是大2的教材。小芳，你这是准备调剂啊？我乐意。秀莲姐，你做一辈子花模也变不成大学生。我就算不读，你几斤几两我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我算看明白了，他们结婚前花掉的钱，都打算要回去。秀莲，钱的事儿，没钱，那我们就赚。赚？对，不都说我的花模做的好看又好吃吗？那我们就用这个赚钱。对啊，秀莲做的花模比供销社卖的点心都好。既然他们惦记工资，那咱就挣比工资更多的钱。可要被厂里发现，丢了工作，咱们连基本生计都没了。房子总得买吧？就是啊。花模，刚出锅的花模，来看一看嘞！花模，这能卖出去吗？刚出锅的花模，来看一看，尝一尝嘞！秀莲摆摊挣钱呢，挣什么钱？一个买的都没有，赶紧收摊得了。这些花模谁做的呀？我做的，你尝尝。这花模一看就不好，我劝你别买。你是谁？凭什么管我买什么东西？后天我儿子结婚，你能做200个吗？多少？200个。这是定金。桂芬，我们成功了。秀莲，我们根本做不完啊。做不完也得做。200个花模，秀莲，咱们这次要发财嘞！我长这么大，还没见过一次给10块钱定金的。咋了呀？200个花模，咱们3个人3天根本做不完。那退单？200个而已。雇人帮忙。咱们厂一直重视人才培养，经过层层筛选。厂里决定推荐优秀青年职工周小芳，希望小芳同志珍惜机会，学成以后回来建设厂子。谢谢厂里培养。还没毕业呢，官腔先学会了。有些人啊，天天觉得自己怀才不遇，其实是他自己根本配不上这机会。你说谁呢？谁急我说谁呗。你进厂才1年，优秀职工评上了吗？凭什么轮到你？就是啊，我们不服气，这怎么评上了？桂芬同志，注意纪律。纪律？那厂长是不是先说说业大推荐标准是什么？推荐表、考核表、技术评级表，为什么我的东西会出现在周小芳档案里？你血口喷人，那是我嘞！这名字是改过了，大家都看得清楚。真把秀莲的名字刮掉了。秀莲守了10年的机器，凭啥让这寄生虫顶替名额？都闭嘴！烦了你们了，大会纪律还要不要？呸！你偷人材料给女儿铺路的时候，咋不讲纪律？爸，他欺负我！李秀莲，你私自摆摊卖花馍，违反厂规，厂里现在就开除你。偷名额的稳坐高台，卖花馍的罪大恶众，这破厂不待也罢。保卫科，把这疯女人轰出去！不用你干，我李秀莲今天正式辞职。
你们这对贼妇女早李秀莲晚遭报应。立了面粉厂，全县没有任何一家粮站敢卖你1粒白面，老子让你活活饿死！你疯了！铁饭碗你给砸了呀！名额被周小发顶了，定了就定了，你忍一下会死吗？你让我以后怎么抬头做人？你还敢把工作做没了？谁给你的担子？是厂长一家做贼，一个外人少闲吃萝卜淡操心，滚出去！你辞了职，王家以后靠什么吃饭？靠你那几个破烂花馍吗？花馍一样能挣钱。挣钱？你挣个屁！王伟，我不想再跪着吃你王家的饭了。明天一早去给厂长磕头认错，求他让你复职，否则你休想再进王家这个门。李秀霞就是那个得罪了厂长、被扫地出门的女工，还想订白面。嘴巴放干净点，开门做生意少废话，拿面。某面粉，别想在老子手底下拿货。你故意嘞！赵立强，这就是你吃国家饭做生意的态度。好面没有，只有这批生了虫的次等面，要不要？不要滚蛋！这面全是结块的黄面，怎么做婚宴花锅？这不是砸招牌吗？我就是挨家挨户借，也能借到好面。秀莲儿，真做一个花馍给3分钱，你现在可没工资了。今天做，今天结，绝不差大家1分钱。瞒着全家搞这破作坊，把王家的脸都丢尽了，给我砸！我看谁敢动！我今天跟你们拼命！妈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别闹了！你个窝囊废，他连铁饭碗都不要了，还找了一群人在家里胡搞，你还不管管？这作坊赔了1分钱，不用王家掏。空口白牙，你拿什么担保？1个月内要是赚不到钱，我净身出户，自己滚出王家。秀莲，你疯了！好，大家伙都听见了，1个月赚不到钱，你就滚出去！手别停，牡丹花瓣必须一片片立起来，塌了一点就废了。加把劲儿，天亮前最后一锅出炉，婚宴就稳了。柴我劈好了。停电了，怎么这时候停电？明明刚才还是好好的。线被人用大剪刀剪断了，是蓄意的。完了，交不了货，我们要赔死违约金了。熬了3天3夜啊，全白干了。秀莲，认命吧，去把单子退了，咱赔钱。秀莲，快看这牡丹塌下去的折子像不像凤凰的尾巴？牡丹死了，那就让凤凰涅槃在塌掉的地方不可风雨。神了，这比活牡丹还好看10倍。好，凤凰涅槃，大吉自招，这花馍我们要了。秀莲儿，你是个能办大事的女人。算你命大，但这路你走不远。哟，王技术员，你媳妇这么能挣钱，以后你就在家洗骨头吃软饭吧。除去存付的贡献和面粉钱，还能剩80。明天全部去买新蒸笼。把钱和账本给我。你拿账本干什么？我是你男人，这个家的财政大权该老子管。白天剪电线的时候你抓不到贼，晚上数钱了，你倒想起自己是个男人了。你给我闭嘴！这是老子的家事儿。王伟，这是作坊的公款，不是你用来贴补你那廉价自尊心的遮羞布。你现在挣钱了，也看不起我了，对不对？你觉得我是个废物，对不对？我在你眼里是这样的人吗？李秀莲，老子不用靠你也能撑起这个家。秀莲，快看，
我通过熟人买到了便宜白面，比供销社便宜整整1半。你个蠢货，这面是供销社报废的毒面粉，吃了会死人的。钱呢？我留着买蒸笼和发工资的80块钱呢。全买了这批面。李秀莲，你男人不仅花光了80块，还背着你借了高利贷，欠我20块尾款。今天不还钱，就拿你那凤川牡丹的秘方来抵。秀莲，今天的工钱你还发得出来吗？咱可不白干啊！听见没有？交出秘方，立棍立一笔勾销，否则我今天就拉走你所有的案板，让你彻底在这村里臭掉。赵立强，你舌头啃一个老师，你不是人！打呀！老子是供销社主任，打了我，你们全家去坐牢。秀莲，把秘方给他吧，我求你了。大家看清楚，赵立强身为供销社主任，私售霉变毒面粉，意图毒害全村，这吃了要烂肠子的。赵立强，你个！供销社非法倒卖有毒公粮，设局强抢资产，我要去县纪委举报他。李秀莲，你干！老子一句话，整个县你卖不到1粒面。你卡得住面粉，卡不住国家的法律，卡不住全县老百姓的罪。我不占你便宜，你也别想拿烂面换我的授意。李秀莲，你给老子等着！秀莲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们回家好好过日子。王伟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？李秀莲，我的关系遍布全县，从今天起，你甭想在全县运进1粒好面。秀莲，他大舅确实是县粮食局的。那就照不用他点头的路。秀莲，供销社真不卖好面了。不光面，包装也没人敢印。赵立强连运输队都打招呼了。印刷厂说机器坏了，运输队说车坏了，全是借口。3天后站小会，没面、没包装、没车，等于背弃。你咋了？怀孕了，月份还浅，最近别劳累，别受寒，情绪也别太大。那展销会不去了，你回家歇着。不去，作坊就做不下去了。孩子重要还是花馍重要？为什么到你嘴里，我想赚钱就一定要和孩子对着选？没事，我跟你一起扛。赵主任说了，明天展销会7点不到，摊位取消，吃一刻都不行。他这是想逼死咱。那就一刻都不吃。车呢？说好的车呢？运输队说车坏了，来不了嘞。哎，这咋去县城？吃了摊位就没了。推过去。你疯了？你还怀着孕呢？我不去，大家这几天都白熬。小莲，花馍不能湿。再晚一步，摊位就给别人了。花馍没湿，还能买。妈妈，凤凰花馍，我要。跟艺术品一样，我也来几个。这样的人撑得起市店。小莲，咱成了。啊！小莲，他几天没睡，你看不见。他冒雨推车，你也看不见。我真没想到会这样。你不知道，你只知道你的脸面。孩子没保住，他身体亏得厉害，以后必须好好养。没了。小莲，你醒了。秀莲，我不是人，我该死！别在我床前哭。女人怀了孩子，就该顾着孩子，折腾啥花馍？他命都快没了，你还说这种话？我年轻那会儿也掉过一个，第2天就下地干活，
没人问我疼不疼。你没本事就别把女人往死里逼。你受过苦，也不该再把苦压到我身上。秀莲，赵立强带人去作坊了，说要收你们的案板蒸笼。王伟签过字儿，利息到期，还不上，东西我搬走。欠条是我签的，东西不能搬。现在想当男人了，晚了。都给我住手！王伟没用归没用，王家的饭碗轮不到外人砸。周英，你也想跟着一起赔钱？赔你娘！他欠的钱，我还。王伟，要么滚远点，别再拖我后腿；要么把你那根脊梁骨接上。我不求你现在原谅我，我先把欠你的一点点补回来。别说漂亮话，磕出来再说。秀莲，现在县里扶持创业，经过层层考量，想和你合作一个花模厂房试点。真的？厂房场地可以协调给你，但贷款、生产设备、食品卫生全部正账，都需要你自己跑手续办理。没问题。这也叫厂，住进来都嫌寒碜。这地方要收拾出来得花不少钱。这里做整治区，那边做包装区，后面能放面粉，院里还能晾助晒。行，破是破了点儿，收拾出来就是咱的花模厂。这秀莲还真把厂子办起来了。秀莲，我男人说不能跟你一样，让男人直不起腰，太丢人。丢啥人？挣钱吃饭还丢人？揉面、捏花、上笼、包装、按浆算，且谁干多少，谁拿多少，钱写在账上，大家都看得见。李厂长，我能干活吗？我什么都能做。你谁介绍来的呀？没人介绍，我听说这里给工钱，我家孩子病了，缺药钱。会揉面吗？会一点儿，怕做坏。做坏了重来，慢慢学。谢谢李厂长，我明天就来。他来的太巧了，你太多虑了。赵主任，你孩子不是等钱看病吗？明天把李秀莲新做的花模样盆拿出来。我不能偷东西。你不偷，你孩子的药也别想卖。秀莲，昨天新订的凤凰花模样品少了一只，先别声张，再不查，配方都让人端走了。厂里人心刚稳，不能嫌乱。样品少了不是最可怕的，背后谁拿它做事才可怕。秀莲，出事了！谁做的？红枫食品厂，县城小店已经摆出来了，价钱比咱便宜一半。便宜一半？那谁还买咱们的？咱这几天工钱还能发吗？花纹能投，火候投不了，样子能像，手艺不会骗人。李厂长，听说你订单挺多啊？不好意思，县城酒楼改订我们红枫了。偷来的东西，你也敢敲锣打鼓？你说偷就偷，有证据吗？
做得香，不等于做得对。李秀莲，你手艺再好，也扛不我场大家的。你慢慢守着你那点骨气，看谁先饿死。县城酒楼退单，供销社缩量，再这样，原料钱都收不回来。昨晚你是不是偷偷带样品出去了？我没有。你天天早退，样品刚烧，洪峰就卖新品，你当我们傻？我给你机会，不是让你拿刀捅我。秀莲，供销社正式通知，咱们的长期订单全停了。便宜一半，洪峰大厂出品，卖不了吃亏。这么大发酸，我这个还长裂了，你们卖坏东西啊？偷得了样子，偷不了手艺，翻车了吧？是他，我们洪峰用的是李秀莲给的配方，配方有问题，他故意害同行，你胡说八道！你自己做坏了，别往别人锅里倒脏水。有人反映花膜质量有问题，事情查清前，两边产品全部下架。凭啥？洪峰偷我们样品，做坏了还赖我们？有没有偷？查证后再说。现在先停卖。停卖一天，咱厂里就撑不住了。你以为洪峰翻车你就能赢？我拉你一起死！我要公开开笼。什么开笼？当众争，当众掰，当众尝，谁的手艺有问题，现场看。你少在这耍花样！不敢开笼，才叫有鬼。开，当场开，谁害人，一看就知道。好，明天上午，供销社门口公开开笼。你以为开笼就能赢？哼，开就开，大厂产品怕你个小作坊。看外皮，我们的花纹立得住，说明醒面、柔面、水分都稳。洪峰这次踏边、裂口、火候和比例都乱。看气孔，好的花膜暄软均匀，发酸的是水分没控住，隔夜就坏。还真不一样，李厂长这个香，洪峰那个酸。你想清楚你孩子的药钱。手艺不会说谎，人心也不会。是我偷了样品，赵立强逼我的，他说我不偷就让我孩子没药吃。你胡说，你有证据吗？这是他给孩子买的钱，药铺可以作证。拿孩子逼人偷样品，你还是人吗？你缺钱可以说，不该偷。李厂长，我错了，我不求你原谅，我只求你别怪我孩子。你的苦不能变成伤人的刀啊！赵立强，跟我们走一趟。会做又怎样？我让你一粒好麦面都买不到。李厂长，刚才误会你了，给我来2笼凤川牡丹。咱这活保住了。秀莲，你这个厂不只是会做花膜，你有标准，有担当，县里该认真看看你。这是这几天的工钱，1分不少。这是我头一回不用伸手问男人要钱，我家娃这回能买新布鞋了。秀莲，这就是你做这个厂的意义，能让咱女人腰杆挺直。供销系统那边还是不卖白面，赵立强的事儿没查完，谁都不敢沾咱。花馍，祖宗传下来的就是白面，没白面还做啥？谁说花馍只能用白面？高粱、红薯、南瓜、玉米全能做。那是穷人才吃的粗粮，上不了台面。红薯是红的，高粱是褐的，南瓜是金的，玉米是黄的。五谷丰登，名字都想好了。今天是粗粮花馍。这也太拧了，老人咬不动。水分还是不对。再来，
粗粮不听话就多揉几遍。香，越嚼越甜。越久还行。婶子，你嘴硬的比高粱面还硬。粗粮也能做花馍？能，五谷丰登，讨的是好年景，也养人。不腻，比白面的更香。秀莲，这个能进4里4小。秀莲，按照这个速度，咱岂不是很快就国际化了呀？红枫整改出了一批整治设备，价钱低，我看过了，东西还能用。买，好设备咱当然接。有了这设备，咱能多做1倍。都看见没？这才叫赢。赢了不是骂回去，做大做强才是赢。你听见没？秀莲，门口有个孩子，烧得这么厉害，你把孩子扔农场门口。我没办法了，赵立强的事闹开，药铺不肯歇药，我男人也跑了。妈，先救人。送来再晚些就危险了。李厂长，这是孩子的户口字，我男人跑了，娘家也不收他，孩子跟着我，只能饿死病死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要把孩子扔给秀莲？李厂长，我求你，给他一条活路。孩子叫什么？小名叫妞妞，还没起大名。先把烧退了，他的事儿回去再说。那是我的胎记。贵芬，你说什么？秀莲，药钱我们先垫了，可后面怎么办？孩子看病、吃饭、穿衣，哪一样不要钱？阿伟，咱们养他吧。秀莲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秀莲，你刚建厂，贷款还没下来，厂子还没稳，你拿什么养？他是谁家的孩子？得什么病？以后会不会有人来找你都不知道。我知道，可我们以后还会有自己的孩子。我救不了我的孩子，我不想再看着另一个孩子没人要。他是老天送到我身边来的。你想清楚了吗？想清楚了，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露露。露露，桂芬，你从刚才就不对劲儿。秀莲，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不是你亲生的，你还会对他好吗？孩子认我一声妈，我就得护他一辈子。原来我不是妈妈的拖累，是他在最苦的时候选择了我。你看露露的眼神，像认识他很久了。秀莲，我们一定要赢！你要开厂，要做大，要把花馍卖到省城去。我们一定能做到。以后不能乱卖，统一样式，统一记账，统一包装，别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李秀楠花馍。啥叫统一？就是凤凰就是凤凰，五谷就是五谷，不能今天这个样，明天那个样，咱得让人记住。花馍不光要好吃，还要让人一眼认出来。省城百货那边愿意看样，但他们说包装必须像样。那就做包装，做大，做稳，做成谁也抢不走的名字。桂芬，你昨晚没睡吧？没事，咱现在不光养厂，还要养孩子，更不能输。
省城包装代理叫强哥，听说是赵立强远亲，我去谈。农村花馍还想进省城百货，口气不小。包装价钱我们可以谈，只要质量稳。谈可以，先喝。别硬撑。不喝也行，跪下擦干净，我给你们最低价。只要能签合同。你干什么？我们不要跪着求来的生意。除了我，省城还敢有人给你包装？我们的花馍是抬着头做出来的，又不是离了你们不能活。我又把事搞砸了。你跪下，才是真砸了。我不需要你用尊严替我换合同。可3天后就要交省城样品，没有包装，我们拿什么送？不用纸盒，用竹编，底下托稳，上面开窗，能看见花馍。这费工，省城人能看上？花馍本来就是民俗，竹编也是，土到根儿上就是特色。对，咱就做老祖宗风。压箱底的红布，放着也是放着，给你们用吧。婶子，你这红布用上得多喜庆啊！我是不想看你们丢王家脸。疼就歇会儿。以前我总怕人说我靠你，现在我想明白了，能跟你一起把事儿做成，不丢人。成了，省城样品就送这个。这比纸盒有味道，谁想的？我们一起想的。先试销一批，卖得动，咱们谈长期。这花馍真能变成大买卖。有人举报你们非法扩张，故宫不合规，手续不全，整改期间先暂停生产。秀莲，会不会牵连我们家？我男人说再出事就不让我来了。现在走，之前的苦不都白吃了？账在这儿，谁干了多少我都记着。厂真倒了，我先赔大家工钱。你拿什么赔？拿我的房，拿我的命，也不欠大家血汗钱。秀莲啊，要我说，这厂挂到王家名下，我去替你们说和，女人家出面难。厂是我的，姓李不姓王。你嫁进王家，厂子用了王家的人，凭啥只写你李秀兰的名？借的钱我还，担的风险我认，手艺也是我自己的，跟王家有什么关系？闷疯了，厂就死了。我不退，他给我发的第一笔工钱，我家娃吃上了白面馍。我男人不让我来，我偏来，我的手也能挣钱。婶子，你去哪儿？等着，我去叫人。我也去，这回我绝对不能拖后腿。开门，别装听不见。婶子，我男人不让我掺和，说怕被查。你在花馍厂拿工钱的时候，他咋不怕？你娃吃上白面馍的时候，他咋不怕？秀莲没欠过大家1分钱，现在他被冤，得有人说句公道话。行，咱人得感恩。查清楚！
这是工钱记录，这是卫生制度，这是供销社和酒楼订单，这些人都能作证。我们不是被他骗来的，我们是来挣钱的。李秀年花馍厂解决了20多名妇女就业，不是非法乱助攻，是县里应该扶持的个体经济试点。整改后允许复工，县里会重新审核试点资格。好事多磨，这回一定要顺顺利利。还有一件事儿，省城民宿站有推荐名额，竞争很大。秀莲，你愿不愿意去试试？我去。我怎么了？不行，不行，还不行。桂芬，歇会儿。不能歇，省城民宿展快到了，氛围还不够稳，五谷比例也得再记一遍。揉面要3次性，南瓜芯不能太湿，粗粮要先整软，还有账本、包装、名字都得记清楚。桂芬，你这么记，是怕我会忘记吗？你从新来以后，知道王家的债，知道叶大名额，知道我会受苦，你不是桂芬，对不对？我怕你以后又一个人。你别问了。那我换个说法，露露。妈，真是我的露露，我一直以为我是你的拖累，你这一辈子太苦了，都是因为我。胡说，孩子不是拖累，妈留下你是妈自己愿意。可你那时候刚摸了孩子，又那么苦，所以我才知道没人护着的孩子有多需要我。妈，谢谢你当年留下我，也谢谢你回来救我。你说过嘞，妈都记下，以后就算你不在，妈也不会忘。秀莲，省城民宿站那边出事了，怎么了？有人抢先申报王家花馍。谁报了呀？王寿才、赵立强还有洪峰的人，他们抢钱不够，现在还要抢我妈的名字。你刚才叫秀莲什么？他气糊涂了。他们这笔账算错了。秀莲，你嫁进王家，婚后做起来的厂叫王家花馍，有啥不对？我婚前就会的手艺，怎么进了王家门就成王家的了？阿伟出了包装，你妈出了红布，王家跟着担风险，一个女人家撑得起这么大名声。包装是我帮他做的，不是我替王家抢他的。你姓王还是姓李？我是姓王，可是我不能抢我媳妇儿的东西。哼，空凭你一张嘴，证据呢？配方本呢？老母居呢？我去拿。秀莲，我陪你。配方本没了，他们少了。我去找我爸。找他吵没用。那本东西我以前见过，你嫁进门前就有，你能作证？周英，你敢乱说一句试试？妈，你也是女人。这个家谁做主，你心里清楚。我清楚，花馍不是王家的，他婚前就会。王家婚宴上我30桌喜馍都是他熬夜做的。你说什么？你反了！我以前帮你娘他，是我错了。今天我不想再错一次。
配方本美了，光有证人还不够，他们一定会说人证不算数。这是证据。当年你带进王家的模具底下就是这个字儿，我记得。我要把我的名字写回去。就算证明是你的，又怎样？不就是几个馍，凭什么说值得传承？做生意归做生意，别把几个馒头说得多金贵。李秀莲，你凭什么说这门手艺值得被传下去？花馍不是几个馍，它是婚嫁、寿宴、年节里老百姓讨吉利、盼好日子的手艺。牡丹是富贵，凤凰是涅槃，五谷是丰年，每一刀都有说法。说的好听，还不是拿来卖钱？卖钱不可耻，女人靠手艺挣钱更不可耻。这本账上不是订单，是20多个女人第一次拿到自己的工钱，是孩子的药钱，是家里的米钱，也是他们不用再伸手要钱的底气。我们愿意跟他学，也愿意跟他传。李秀莲花馍合作小组已有稳定制作标准、就业记录以及民俗样式整理，请评审组重新审核。这个事情还得再斟酌一下。经初步审核，李秀莲花馍恢复省城民俗展参展资格，并列入县级民俗手艺传承推荐档案。妈，我们做到了。妈，我好像真的要走了。我走了，你还会不会受苦？他们还会不会欺负你？会有苦，可妈现在不怕了。我想留下，我要看你过好日子。傻孩子，你看，现在妈妈已经过上好日子了。妈，我回去以后还能见到你吗？能，你一睁眼，妈就在。妈，我想再去看看大家。好，妈陪你去。你不是没人要的孩子，你是妈选的。妈，露露，回去以后替妈妈好好活。又在写露露教你的东西，也是我自己悟出来的东西。血归血，汤得喝，不然晕了还得别人抬。谢谢妈。谁稀罕你血？露露，露露，你终于醒了。露露，妈，我不摘了。以前我以为他困住你，现在我知道这是你自己选择留下的路。妈，我不摘了。醒了就好，妈在。我知道，你一直都在。是真的。那是妈年轻之时做花馍的本子，好多年没人看了。妈，我想把它重新做起来。现在年轻人不爱这个了，
妈老了也做不动了。不是没人爱，是没人知道他有多好。这不就是馒头吗？太土了。走吧，奶茶店好看多了。妈，这店不能关。李阿姨、王小姐，大英食品愿意收购时代花蜜招牌，价格已经很厚道了。你们这是收购还是抢？老字号没有流量，守着也没用。你妈那个时代的东西早被市场淘汰了。不卖。那就不好意思了，我们已经申请大英非遗花膜项目，你不卖，我们就自己上市，好好考虑一下吧。咋又哭了？妈，我们直播，你教，我来讲。我这把年纪，谁看啊？我看很多人都会看，现在都流行学习国潮风。好，想做就做吧，妈陪着你。今天教大家做凤穿牡丹，这不是网红点心，是我妈护了一辈子的手艺。这是买起来有点老套，卫生吗？这不是馒头啊！卫生吗？这不就是馒头？土东西还非遗，笑！露露，要不算了吧。这块木模是1989年从火里抢回来的，底下刻着我妈的名字。凤穿牡丹是我妈当年把塌掉的花膜改成凤凰，是她把坏日子改成出路。第一步，面要揉透，做人也一样，得经得住揉。阿姨，我就是直播间来的，我能现场看吗？能，站远点，小心烫。举报他，就说材料不足，传承链造假。妈，非遗审核组明天来，大英举报我们传承链造假。他们又要抢。这次咱们证据都在。我们有完整运营方案、供应链和连锁能力。非遗要活下去，必须规模化。品牌可以做，传承不能编。这是1989年的手记，这是旧木模，这是县级推荐档案，这是当年花模合作小组名单。凤穿牡丹、五谷丰生、竹编礼盒，每一个样式都有来源，资料链很完整，手艺、样式、传承人、历史记录都能对应。我的花模不是从方案里编出来的，是从灶台、案板和女人们的手里揉出来的。李秀莲花模进入市级非遗项目初审，并设立传承体验点。我的名字能写上去？妈，写的就是你的名字。妈，以前我靠念想撑着，现在妈靠自己站着。妈真没想到，这手艺还能有人学。明天开门，会有更多人来。那明天咱娘俩一起教。好，一起教。李老师，这样对吗？花瓣要立住。花模不是旧东西，它是妈妈们、奶奶们用一双手把日子揉成花。阿姨，凤凰花模为什么叫凤穿牡丹？因为有些花是从苦日子里开出来的，有些凤凰是涅槃重生的。就知道逞能，也不知道顾着自己。妈，我看见你们了。看见谁了？看见你年轻的时候特别厉害。真的像凤凰飞起来了。妈，这一次陪你把手艺传下去。哎呀，真的。